今日我哋要拆解一間全城熱話嘅公司 Broadcom， 股票代號 AVGO。你可能以為佢嘅 CEO Hock Tan 係個收購天才，但如果我話你知，數據顯示佢之前嘅大型收購根本就係一場價值毀滅嘅災難，你會點睇？冇錯，今日我哋就要深入探討點解呢間華爾街嘅寵兒喺我哋眼中，佢嘅長期基本面已經出現咗一啲裂痕。首先，我哋要公平啲睇下市場點解咁中意 Broadcom。老實講，市場嘅睇法都好合理嘅。第一層次思維好簡單 ，Broadcom 就係一部雙引擎印鈔機。第一個引擎係食正 AI 浪潮嘅半導體業務，佢哋專門為好似 Google、Meta 呢啲巨頭做客製化嘅 AI 晶片，即係所謂嘅 ASIC。喺 AI 時代，呢個業務簡直係執錢咁執。第二個引擎呢，就係佢哋啱啱收購翻嚟嘅 VMware。簡單嚟講 ，VMware 係好多大企業內部數據中心嘅地基。而 CEO Hock Tan 嘅劇本就係一嘢將啲散裝產品下架，逼所有客買一個又貴又全面嘅大包圍訂閱服務，叫做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Product， 簡稱 VCF。咁做嘅結果係咩呢？就係軟件部門嘅收入同利潤即時爆炸性增長。所以市場共識就係一個係 AI 巨星，一個係現金牛，加埋一個被封為資本配置大師嘅 CEO， 股價升到上太空都好似好合理。至於話有啲 VMware 舊客仔出嚟投訴，市場覺得啲客轉會成本咁高，嗰啲只係噪音啫，唔使理。但係當所有人都為眼前嘅完美故事而狂歡時，真正嘅價值投資就在於辨識出被熱潮所掩蓋嘅脆弱性。因為當我哋深入去睇數據嘅時候，發現咗一啲潛藏嘅根本性問題。市場話佢係 AI 晶片嘅王者，但係佢最主要嘅競爭對手 Marvell， 佢哋嘅數據中心業務舊年同期增長咗幾多？係76%。咁 Broadcom 自己最引以為傲嘅 AI 業務呢，增長46%。等一等，即係話有個對手跑得比你快好多喎，仲要 Marvell 已經同 NVIDIA 結盟，擺明車馬要搶你啲大客。市場一直以為 Broadcom 喺呢一個領域係獨孤求敗，但係呢一個數據話我哋知，佢嘅主導地位可能開始受到挑戰。事實上，被熱潮所掩蓋嘅脆弱性，正正就係我哋同市場嘅變異認知嘅核心。我哋認為市場完全沉醉喺短期嘅財務數據同動能入面，但就忽略咗 Broadcom 嘅長期護城河，無論係半導體定係軟件，都已經喺度慢慢被侵蝕。先講返半導體，頭先提到 Marvell 同 NVIDIA 嘅挑戰只係其中一樣。另一個巨大嘅威脅嚟自佢自己嘅大客。蘋果公司已經講到明，計劃喺2025年之前自己研發無線晶片，踢走 Broadcom。當你最大嘅客人都諗住飛起你嘅時候，你仲可以好似以前咁惡隨便定價咩？跟住我哋睇下仲得人驚嘅軟件部分。市場見到 VMware 收入大增就拍爛手掌，但係佢哋冇睇到背後嘅代價。我哋睇到嘅報告係點樣？有啲客仔話新合約嘅價錢加幅高達500%到600%。歐洲嘅行業組織已經向歐盟正式提出反壟斷投訴。有調查仲顯示，成47%嘅 VMware 客戶已經開始積極揾緊替代品。呢啲唔係噪音啊，朋友，呢啲可能係護城河決堤嘅聲音。Hock Tan呢個劇本話就話係整合，實質上係金融工程。我哋翻查歷史，佢哋喺2018年收購 CA Technologies 之後，公司嘅投入資本回報率 ROIC 由 26.21% 嘢插水到 8.6%， 仲要低過佢哋自己嘅資金成本。喺會計學上，呢個就係價值毀滅嘅定義。而家佢用咗一個更大嘅賭注，使咗690億美金去收購 VMware。你覺得結果會唔同咩？簡單嚟講，我哋嘅核心觀點就係市場為一個完美嘅短期故事付出咗一個極高嘅價錢，但係就完全冇為長期護城河嘅侵蝕同價值毀滅嘅歷史去做任何定價。所以我哋而家就企咗喺一個十字路口。短期嚟講 ，AI 嘅故仔仲好吸引。VMware 嘅財報數字可能仲會好靚，股價可能仲會繼續衝。我哋唔會同個勢對着幹，但係長期嚟睇，當競爭對手搶走大單嘅消息一出，當 VMware 嘅客戶流失潮真正反映喺財報上面嘅時候，就係投票機變成稱重機嘅一日。到時市場就會被逼重新評估究竟 Broadcom 值幾多錢。我哋嘅基本情景同喺悲觀情景下，咁具體嘅估值係點計出嚟 ？AI 增長率跌幾個 percent， 或者 VMware 嘅利潤率少幾個 percent， 對個合理價值影響有幾大？喺我哋嘅 Patreon 入邊，我哋就為呢份報告建立咗一個完整嘅可以互動嘅3情景財務模型。你可以睇到晒我哋對未來5年喺樂觀、基本同悲觀情況下嘅詳細財務預測。最重要嘅係，我哋整咗個敏感性分析矩陣，你可以親手喐一喐嗰2個最關鍵嘅變數 ：AI 收入增長率同埋軟件利潤率，即時睇到我哋個目標價會點樣跟住變。呢個先係真正穿透迷霧、理解 Broadcom 風險回報嘅最強工具。如果你想獲得呢份獨家嘅深度分析工具，即刻 click 入資訊欄條 link 訂閱我哋嘅 Patreon 啦。
好啦，今日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記住，投資係一場認知嘅博弈，睇穿市場嘅第一層次思維，你先可以行得更遠。我哋下一集再見。